都说人生在世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周国平老师说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在于有所不为，那又如何有所不为？成年人的世界可以总结成2个字：算了。曾经看过一个故事，有这么2个人吵了一天，一人说3乘8等于24，一人说3乘8等于23，争执不下，吵到县衙。县官听罢说，把3乘8等于24的拖出去打20板。24的不服，明明是他蠢，如何打我？县官答，跟3乘8等于23的人能吵上一天，还说你不蠢，不打你打谁？本来这是一个笑话，可是细细想来，是不是你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人？你坐地铁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，还没来得及道歉，别人就说瞎吗？你去图书馆看书，有一个孩子一直跑闹，你去善意提醒他的父母，结果人家瞪了你一眼说关你屁事。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，毫无尊严感，毫不讲道理，一旦遇上他们，你是不是忍都忍不住，要和对方大吵几个回合？有人说，凡是无理来挑衅的人一定有原因，如果在小事上不忍耐，那么灾祸立刻就会来了。有人就吵出了事。之前网上爆出的只因一点口角就捅死女孩的醉汉，公交上没让座而大打出手，将一个处于例假期的女孩扒光。吃了很多亏后，你终于明白，和不属于自己的一类人纠缠，终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自己给自己找伤害。面对纠缠，能够对自己说一句算了，又是多么的轻松自在。毕竟疯狗咬了你一口，你还咬回去吗？你无法改变一些人的素质和品性，你可以提升自己的心境，远离这些纠缠。算了，它不是一种怯懦，而是你成熟到懂得了何时止损。马东曾在《奇葩说》中说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。蔡康永回答，那不是原谅，那是算了。这种算了之所以没有情绪，也没有怨怼，是因为它始终是你自己的事，是你与自己的心结达成了和解。我的一个学妹小晴和相处了6年的男朋友，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突然被分手。那天我去他家，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，慷慨地将感情心得倾囊相授，并同理心爆棚地为他感到委屈和不平。小晴突然说算了。我以为他会痛骂，会大哭，就是没想到他说算了。2个人相处了这么久，说算了就算了，你能放下？我问小晴。一个人爱你的时候，你一作二闹的，他疼惜你，管用。当一个人已经不爱你了，再苦苦折腾，只会让自己自尊全无。我不是放过他，是放过自己。在感情中，失恋并不可怕，真正不体面的是你迟迟放不下。我突然明白，小晴说的算了，并不是她认输了，而是与自己和解了。还好没有结婚，不然就是离婚，更惨不是？小晴笑了一笑，反过来安慰我。就像电视剧《何以笙箫默》中，何以玫从小就喜欢何以琛，可是男生并不喜欢她。有一天，何以玫想明白了，对情敌说，祝福你们，但是我没有输给你。何以玫从来不觉得何以琛不爱她，是自己不够优秀，不配得，而她是看透了缘分的不确定因素，有些人注定不能在一起，所以她放下的漂亮自得。当我们面对失去，能够懂得不为难自己，勇于放下，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毕竟人生短暂，时间有限，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，哪些人是最值得的。古语说，达人撒手悬崖，俗子沉身苦海。达人之所以为达人，是因他做得到豁达，看破事物的表象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一般人却总是沉溺在失败当中，或者指望天遂人愿，事事如意，为自己的烦恼所累，无法开心。
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走路还背着1吨的包袱。有位农妇不小心打破了一个鸡蛋，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，但是这位农妇却深深陷入失去一个鸡蛋的痛苦中。她联想到，一个鸡蛋经孵化后就可变成一只小鸡，若孵出来的是母鸡，长大后又可以下很多的蛋，蛋又可孵化很多鸡，而鸡又会下蛋，蛋又能孵鸡。最后农妇大叫一声，天哪，我失去了一个养鸡场。从此每天在自责中无法自拔，想想这种人又有什么出息？别以为这样的人很少，其实在我们生活中，因为一点点不起眼的挫折而从此一蹶不振的人不在少数。他们酗酒、挥霍、啃老，不出世见人，推卸责任而逃避现实，害苦了父母和身边人。人生最危险和最自私的事情，就在于因一点点挫败而丧失希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陷入失败的痛苦而无法自拔，不是因为失败的事情有多大，而是因为缺少逆商。大发明家爱迪生花了20多年，做了5万多次实验，才发明出一种轻巧、持久、高效，可用作独立电源的电池。有人对此表示不解，爱迪生先生，您失败了5万次。爱迪生先生，您失败了5万次，是什么让您认为自己会得出结果呢？爱迪生答道，结果？哎呀，我已经得出很多结果啦，我知道了有5万种东西是不适合的。我们都说爱迪生的成功离不开他的高逆商，他懂得失败的意义，就是找到其中自己需要的经验，换句话说，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。高逆商就是不埋怨任何人，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，总结失败的教训，有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境界。任何人和事都能成为自己的借鉴。算了，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放弃，放弃了对失败的恐惧，放弃了丧这股情绪。要能放下，才能提起，提防自如是从容人。到底什么是算了？是有一天你面对纠缠的难堪，失去和失败的无望局面，坦然面对，有包容的智慧，有智慧的应对。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，不多也不少。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，你把它放在水杯里，它就很苦；你把它放在山泉中，它就如泉水般新鲜。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，只要你的心河开阔，那些纠缠、失去、失败影响不到你任何。人生的大格局不过是看遍世事沧桑，内心安然无恙，大事化为小事，再将小事化为算了。诚然，这种境界不是你马上就能拥有的，可是很多事情的真相不是你想明白了才会觉得算了，而是你算了之后才突然想明白。有些理算了就是慈悲，有些人算了就是智慧，有些事算了就是修养。我们不参与是非，不迎合无知，学会从负面情绪中过滤出有效信息，少点功夫矫情，多点时间努力。它是一个成年人的责任，更是一个成年人幸福的底色。草原上的风，明朗的夜空，牛羊在湖边游荡着，云在肩头落，蔓延的绿色，拥抱着心中最初的辽阔。芬芳微笑的牧人啊，青草儿般篝火舞蹈，回荡在耳边的琴声，伴我走过四方。母亲熬的茶，怀抱里的花，温暖着我游遍海角天涯。父
骏马，坚定的沉默，让我永远不停下。母亲熬的茶，怀抱里的花，温暖着我游遍海角天涯。父亲的骏马，坚定的沉默，让我永远不停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